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任嘉伦剧中3个经典拥抱差别多大？谭松韵 vs 白鹿 vs 李兰迪。爱情剧中以吻戏为噱头，我却觉得拥抱更动人。2024年度演讲中，刘润老师提到芬兰每年举行的世界抱树锦标赛，他说，提升个人心力，拥抱非常有效，因为拥抱能让身体分泌催产素，让人感到快乐、放松和温暖。今天和你回顾任嘉伦在剧中和3位女星的经典拥抱，让我们从这3个爱的抱抱里感受它的魔力。1. 谭松韵，我没有等你呀，等得我都饿了。你肯定不会忘记6元1斤虾的爱的抱抱。锦衣之下第46集，袁今夏谭松韵饰演收豆腐摊时，就心不在焉了。收摊回家，她杵在门前，左看看，右望望，又点着脚后跟，晃来晃去。夜已深，想到她刚回京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硬是来不了了。带着些许失落，今夏走进屋，慢慢关上房门。突然，笑容烟花般在她脸上绽放，一声大人，她兔子一样撒欢扑了出去。对面，陆毅任嘉伦饰演故意放慢脚步，等着猎物上门。今夏娇小，我本想用乳燕头鳞来形容她，哪知她可比乳燕霸道多了，直接撞进陆毅怀里。陆毅佯装的一本正经的脸抑制不住笑开了，带着几分得意。他紧紧抱着今夏，有指挥使大人居高临下的骄傲，更多的是两心相许的欣喜。今夏这个小可爱，上一秒还说没有在等他，下一秒就打脸说自己等他等的肚子都饿了。任嘉伦和谭松韵这个爱的抱抱太酥了，有懵懂初恋的悸动，也有老夫老妻的默契。任嘉伦用微表情演出了层次感。开始，他端着沉稳威严的大人架势，经今夏熊孩子一折腾，面具立马挂不住了，藏在身体里的鹿8岁满血复活。当时我看这段，上扬成勾勾的嘴角就忘了落下，老花眼前飘过无数粉红泡泡。在爱情的蜜罐里，谁还不是个孩子啊？2. 白鹿，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和任嘉伦演绎了穿越古今的爱情，白鹿和他爱的抱抱早已烙印在我们心中。周生如故第10集，时宜白鹿饰演站在城墙上，眼睁睁看着甘将军殉国，他红了眼眶。雍城危在旦夕，突然间敌军乱了阵脚，周生辰带领骑兵出现在城下，雍城被救，时宜泪流满面，那个盼了2年的男子就在眼前，他不顾一切飞奔向他。周生辰任嘉伦饰演也向他奔去。这么一段短短的距离，他们仿佛跨过了山海。什么崔氏家规礼仪，什么世俗纲常伦理，他们就这样无惧无畏，在夕阳余晖中，在众将士睽睽目光下紧紧相拥。时宜为甘将军的死自责，周生辰轻抚着他的背，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是我来迟了。时间在这一刻停滞，2颗心紧紧贴在一起。敬他青纱罗裙下刚强的灵魂，敬他坚守城池，面对沙场腥风血雨，不改凛然正气。连他坚硬铠甲下的肉体凡躯，连他一张张捷报背后的无数次出生入死，更懂得了他的信仰和坚守。相互欣赏，相互理解，这个拥抱远远超越了儿女情长。3. 李兰迪，我们重新开始。被流水迢迢结局虐惨了，我们努力在他们屈指可数的拥抱中寻求安慰。流水迢迢第37集，魏昭任嘉伦饰演离开斗奴场，带着浑身的伤，投入到抵御魏国的战斗中。夜里，魏昭巡营，看到营帐旁的药罐，他和姜慈过往种种不禁浮现眼前。恍惚间，
一个熟悉的身影伫立帐前。魏昭僵在那里一动不敢动，他怕是梦，怕梦惊醒。他又希望这是梦，因为姜慈误会自己杀死了他的师父，他不敢奢求姜慈的原谅。而且此次出征凶多吉少，他宁愿姜慈恨他，也不想他涉险。姜慈李兰迪饰演扑到他怀里，紧紧搂着他的肩膀，说：“我们重新开始。”魏昭张开双手，空落在姜慈身畔。他内心激烈斗争，他不敢抱他，怕承受不起他如此厚重的爱。他为复仇而活，早已看淡生死，而姜慈让他留恋人世间的美好。此刻他如此渴望，终究他回应了他，紧紧抱住这珍贵的失而复得。看到这一幕，我红了眼圈，内心一个声音响起：一定要幸福啊！柴米油盐的日子怎会没有摩擦局语？重新开始，好美的语言。剧中任嘉伦和谭松韵、白鹿、李兰迪的3个拥抱，有宠溺，有欣赏，有包容，有期待。他们灵动而富有层次的演绎，让这一幕幕动人心弦。陆毅今夏的青春热恋，周生辰时宜的灵魂相依，魏昭姜慈的爱的重启，哪一个拥抱更让你动心呢？2. 任嘉伦36岁生日惊喜，奇幻剧无忧度突袭上线的任嘉伦，简直是笑得跟个开了花的老母鸡一样。先是4月11日，任嘉伦迎来了36岁的大寿，工作室特意发了帅气的照片来庆祝。紧接着，他和宋祖儿合作的新剧《无忧度》毫无预兆地在淘场上线了。你晓得不？无忧度可是任嘉伦和宋祖儿俩人头一回合伙演的大戏现街坊邻居都在追那些重生复仇、虐恋个几世的古装剧，但这部却是奇幻古装剧，改编自小说《半夏》，分成6个怪力乱神的小故事，模式跟唐朝怪事录有点像。真是没想到，等了整整3年，大家都快把这剧抛到脑后了，它居然蹦出来开播了，还没丝毫预告。宋祖这小姑娘竟然像变魔术一样回来了。小银子，我溜达了一圈，瞧了下林玉芬执导的《无忧度》，咋没想到跟我脑子里盘算的不太一样？剧里的风格根本不像唐鬼，更像咱小时候追的《聊斋故事》。镜头的事儿就不多唠了，林玉芬可真是个氛围营造高手，剧里连默皮都免了，都是原声直播。主要讲的是在个怪异的晚唐广平城，人和妖住一起，阴阳眼的姑娘半夏搭伙捉妖师宣业，一起破6大诡异案件。单元故事架构：奇幻、悬疑、侦探齐上阵，又吓人又烧脑，让人看得脑袋昏沉沉的。任嘉伦在这部剧里状态简直炸裂，跟他在《烈焰之5更记》里那样的状态真是天壤之别。脸得越来越漂亮了，仿佛又让人想起那位俊朗的小生辰。今儿还有网友在广州的山姆超市碰到任嘉伦买东西，赶忙把照片晒出来了。果然当明星的人真是有点本事。看看这个在帅哥满地跑的娱乐圈里不算特出色的任嘉伦，戴着口罩在人群中走过，还像发光的一样。瞧那网友发的偶遇照片，任嘉伦穿着时髦的中山装配黑裤子，就算戴着口罩，妆容还是特别到位，头发被打理得漂漂亮亮的，还在推着购物车，简直像是走出了电影场景一样。有网友坦言，电视上的样子跟照片一模一样，真人就像开了特效，漂亮的让人不敢直视。就算任嘉伦舞得严严实实，仍然能瞧见他那眉眼一个比一个好看，五官帅到不能再帅，头发浓密的像草丛，穿戴的时尚又精致，那口罩旁边的耳钉简直让人眼前一亮，绝对是个时髦的小伙子。身高1.68米的博主嘀咕，任嘉伦的个子也真给力，就算他官方说自己有178，没别的男星那么拔尖，但这身材保持得像小姑娘似的，曲线和比例都好得让人想喊哇这小伙子真是吓人，自我约束的跟个铁塔似的，
活动上的奶茶火锅他连看都不想看一眼。米兰时装周去那也是拉着跑步机去健身，时间充足就天天在那儿练，简直状态好的让人羡慕的要哭。他年纪轻轻就走进婚姻的殿堂，但任嘉伦的气场始终如山泉般清爽，丝毫不腻人。他老婆一路陪着他，从那个住地下室的小透明到成了明星，俩人互相帮衬。于是他一火起就立马对外宣布，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就算违反公司规定也要让女朋友名分明确。结果呢，被公司办捂了3年，全靠自己重新崛起。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端着架子，实则背后藏着割舍过去的勇气和早谋划的聪明。任嘉伦这小子靠着奋力拼搏和真本事，搞出了好多让人拍手叫好的好剧。做歌手和跳舞的，常常在央视的大型庆典上露脸。任嘉伦这身现代衣服太赞了，穿搭和发型都酷得像个大明星，快点拍个靓丽的偶像剧吧。他在人山人海中简直闪亮的好似灯泡，逛个超市的穿衣风格让人以为他是在参加时装周，旁边那些游客仿佛都变成了他的绿叶。怪不得有些网友说他太爱摆样子，去个超市搞得这么隆重，是准备拍时尚大片吗？因为有些人对这种偶像风格不太买账，特别是那整套妆容、潮范刘海，还有耳钉一挂，简直就是走路带风。这也说明任嘉伦真心敢玩敢秀，总能让人觉得新奇哟。虽说他有点紧张，但这可不光是因为任嘉伦在意自己的形象，热爱时尚，还想耍酷显个性，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他的最佳状态吗？更好玩的快来看看吧。